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叫做《思考致富》，是一本思维类的工具书。本书一共267页，我会用大概18分钟的时间说一说这本书的精髓。在这本书里，作者给我们列出了很多生活中行之有效的原则，通过这些原则帮助我们养成积极的心态，形成合理的欲望，并且帮助我们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来获得有控制感的人生。这本书的作者是拿破仑·希尔，那这个人呢可以说是成功学的开山鼻祖，他曾经影响了美国2位总统，分别是威尔逊和罗斯福，被人称作是100万富翁的创造者，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位人物。拿破仑·希尔的人生转折点呢，是在他遇到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的时候发生的。25岁的时候，他作为一位杂志记者去采访卡内基，那这位钢铁大王呢就忽然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让你用20年的时间来研究世界上的成功人士。那作者呢几乎不加思索的就同意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年轻气盛，愿意挑战一下自己。那就是因为这份工作，他的人生也是跟着改变了。卡内基之后就带着他去采访了很多名人，包括爱迪生、亨利·福特、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约翰·洛克菲勒这些著名的人物。就在和这些不同行业的大牛打交道的过程中呢，给他自己积累了很多的资本。那这本书出版之后，立马就产生了轰动效应。有人就评价说这是一本空前绝后的佳作，一直到现在这本书还是经久不衰。这本书不是教人模仿成功者的特质，而是运用具体的步骤达到财富的顶点。平时我们要提到成功学，大家可能都比较抵触认为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心灵鸡汤也不告诉你具体的办法，看完之后激动好几天，可能又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本书不是毒鸡汤，这本书可以说既有心法也有技法，它们被具体化成了具体的步骤，让你更容易的操作它们。那这也是成功学领域的一大突破。这本书里面所有的论述呢，都是围绕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无形的意念会带来财富。凡是你心里所想并且相信的，最终必然能够实现。所有的成就，所有的辛苦所得来的财富，其实就是意念的源泉，思考才能致富。那这里的财富呢，不是狭隘的物质财富，而是我们精神的富足。可能呢，大家觉得理念操控行为也许是很荒唐的事情，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思考不等于空想，也不是瞎想。在这本书里作者给了我们思考的13个原则，这13条原则呢，分别是欲望、相信自己、自我暗示、专业知识、想象力、周密计划、决策、毅力、智囊团、性征、潜意识、头脑和第六感。今天我们就主要挑其中的欲望、自我暗示和潜意识这3点来说一说。先看第一点，作者认为想要成功的第一个原则，也是首要的原则，就是要有强烈的欲望。这个欲望不是愿望，也不是希望，而是一种能够让你一想到就会心情激动，就会立马做出行动的一种驱动力。欲望是我们做事情的起点，如果我们好好利用的话，就可以把欲望转化为行动。我们之前说过的《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里富爸爸就一直强调自己对金钱有着巨大的欲望，从来不掩饰自己想赚钱的决心，然后根据自己这个目标来制定计划，实施计划，最终实现财富自由。那等我们的欲望建立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像被打了鸡血一样，浑身是劲儿，就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最常见的就是在游戏里面，赢的欲望支配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夜里不睡觉通宵玩游戏。看电视也是一样，想看大结局的欲望支配着我们，整个周末什么也不干，茶饭不思的把电视剧看完。那这就是欲望和空想之间的最大区别。欲望会直接引发我们的行动，而空想可能只是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我特别有激情，想完平静下来以后就和之前一样了。在这儿呢，作者举了他自己儿子的一个例子。他的小儿子从生下来就没有耳朵这个器官，医生也确诊了他的孩子呢这一辈子可能会是一个聋哑人。但是作者呢就不同意医生的意见，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一定能够和正常一样去听去说。于是我的儿子能说话这个欲望就埋在了作者心里。他们呢就给孩子买留声机，让他听音乐。他就发现本来没有听力的孩子对放出来的音乐欣喜若狂，不断反复的去听。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骨导原理，骨就是骨头的骨，导是导电的导，就是说声音通过头骨颌骨传到听觉神经，引起听觉。那发现这个情况以后作者就把自己的嘴放在儿子的后脑勺那儿对着他说话。他就不断的把我能听到我想说话的欲望植入他儿子的头脑里。就每天晚上他都会给孩子讲一些精心挑选的睡前故事，慢慢培养他的自信心、想象力和听别人说话的欲望。
在他儿子7岁那一年，他的孩子自己要求去卖报纸，但是呢他妈就担心他听不清楚别人说话，就一直不敢放手让他去尝试。结果这个孩子在一个下午，在趁着保姆没注意他的时候，偷偷溜出去，问隔壁的邻居借了6毛钱，批发了一些报纸，然后出去卖，一直到很晚才回家。那除去本钱，他一下午挣了4.2美元。那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一个本来就被确定为聋哑人的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就自己能够出去卖报纸。这还没结束，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人生出现了很大的转折。他得到了一台电子助听器，在他戴上之后呢，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听到了一直想听到的声音。所以这个激动的儿子给助听器的生产商写了一封信，描述他的经历，写了他听到声音之后的惊喜感动。那这封信呢，也打动了助听器的生产商，他就邀请他去工厂参观。于是呢，他想出来一个更好的想法，就是让助听器帮助到更多的人。他就花了1个月的时间，做了细致的调研，分析了助听器生产商的整个市场营销系统，制定出来一个2年的策划书，把市场扩大到全球。在他拿出来计划书的时候，公司是立马给他一个职位。你看，一个先天有缺陷的人，被自己的父亲从小植入了我能听到声音，我能正常说话的欲望，再加上他自己不断的努力，最终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取得成功。那如果说作者当初就放弃了给他植入欲望，他的孩子布莱尔就会一生聋哑。还有，美军生存手册开篇就写道，许多求生的案例表明，坚定强烈的意志可以克服许多困难。人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或者只喝水的情况下，平均1周左右就要死亡了。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在灾难中救援出来的人，不断的在刷新我们对生命的认知。求生欲望能让我们在绝境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所以作者认为，有强烈的欲望是致富的第一步。当我们有了明确的致富欲望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的意识和行为。在意识层面，我们首先要通过自我暗示和潜意识来树立自信。自我暗示原理是希尔成功哲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指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传达到我们大脑中的所有暗示和自我实施的刺激，达到改变行为和主观经验的目的。自我暗示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常用得到，大家肯定也不陌生，因为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潜意识。通过自我暗示，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主观意念和成功欲望传达给潜意识，让它为我们服务。心理学里面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就是自我暗示的作用。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的一个国王，他雕刻了一个理想中的美女雕塑，越看越喜欢，于是对自己的作品产生了爱情。爱神被他的真诚感动了，让这个雕塑活了过来，皮格马利翁就娶她为妻了。那虽然说这是个神话，听起来有这么一点不靠谱，但是呢，美国的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根据这个故事在学校里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呢从全体学生的名单里面随机抽了一部分名单，说这些学生我们通过测试发现他们有很高的天赋，然后呢等到期末考试以后，从他们的成绩来看，这一部分学生的成绩比其他学生呢要高出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个就是因为教师接受了这样的暗示之后，把这个暗示传达给了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想法传达你很优秀的信息，在上课的时候也给他们更多的关注。那学生们呢，在受到了这些暗示之后，就产生了激励的作用，产生了我很优秀的暗示，更加努力的学习，所以就取得了更好的成绩。那反过来，如果说本来就很不错的一个孩子，我们给他贴上了差劲儿的标签，时间长了呢，他也会对这个暗示产生认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很平庸的人。那既然自我暗示的效果这么好，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具体操作呢？作者就用赚钱为例子，给我们5个步骤。首先，明确你心里面想要得到的钱的金额，一定要有具体的数字，因为有钱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有多少钱就是一个具体的目标。然后确定你为了获得你想要得到的钱而打算付出什么，你可以付出自己的时间、专业知识，或者是你拥有的任何资源来实现目标。然后再确定你打算获得你所想要得到的钱的具体时间。目标的实现是有时间节点的，太宽泛的目标不能及时激起我们的反应。在这之后呢，拟定一个实现自己心愿的具体计划，无论说你有没有准备好，都要立刻把计划付诸行动。那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愿意说我要等到所有条件都成熟了再去做这个事儿，可是这样呢，往往会让我们错过很多机会。小步子快速迭代才是我们的正确姿势。最后找一张白纸，把前4个内容详细的写下来，每天2次大声的说出你写的内容。
晚上睡觉前说一次，早上起床以后说一次。那你可能会觉得大声说出来感觉好丢人啊。但是呢，在大声朗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适应，反复的强调会让我们从心里接受，并且逐步的把感情融入进去，最后抵达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可以把任何想要致富的信念植入到潜意识里，最终就会变成欲望。作者认为，潜意识就是有限思维和无限智慧之间的桥梁，那通过它，你的智慧才能为你服务。很多书呢也都在告诉我们，把理性的逻辑思考和潜意识结合在一块儿，能够提升我们的学习。而且呢，潜意识有2种类别，一种是积极的，比如说欲望、热情、信念；还有一种是消极的，比如说恐惧、贪婪、嫉妒。这2种情感不能同时占据你的大脑，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积极情感构成大脑的支配力量。这个支配力量虽然说平时我们不太能感觉到它们，但是它们呢就有点像在后台一直记录我们的行为。那上面我们所说的都是一些心法，主要是在我们的意识层面。那你可能会觉得只有这些就太抽象了，大道理我们都懂啊，具体怎么操作，到底该怎么办呢？方法有很多，我们在这儿呢主要说一下智囊团和毅力。我们想致富，那肯定得有一定的知识，知识不会吸引金钱自动过来，但是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只要具备某种服务、商品或专业方面的知识，就可以转化成相应的财富。在这儿呢，作者说，知道如何获取知识，比你拥有多少知识更重要。获取专业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要有一个智囊团，拥有这个智囊团，比你拥有很多知识更重要。智囊团的成员可以给我们提供2种力量，一种是经济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它是由一些具有共同目标、具有强烈的使命感，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奉献的人组成的。这个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本领，能用自己的本事做出相应的贡献。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须要和牛人一起工作，才能实现更好的效果。那智囊团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不懂的事情，我可以交给更专业的人去做，间接的帮我们思考问题。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有一个50人的智囊团，他对于钢铁的技术问题并不是很专业，他的强项呢就是领导别人，给大家创造共同的精神目标。那在他的智囊团里，有的人擅长做运营，有的人擅长做技术。卡内基呢，什么时候面对任何问题，都会有团员给他出高明的主意，最终他战胜无数强大的竞争对手，成为钢铁大王。那你要问了，那怎么组织一个智囊团呢？首先要尽可能的集合一群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以积累财富为目的。在拉人入伙之前要明确自己能向团队中的每个成员提供什么样的利益和好处，因为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别人的付出需要被尊重，回报呢不一定是金钱，也可以是其他的内容。然后保持每周1次或者2次和智囊团成员见面。当然，现在我们有各种社交软件，不见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沟通。然后呢，还要让自己和智囊团的成员维持绝对和谐的关系。这个绝对和谐也并不是说大家相处都得是要和和气气、笑脸相对，而是说大家有一致的目的，不管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争吵磨合，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根本目标是没有变化的。同时，智囊团的力量能够让我们提升自己的毅力，因为我们想要融入到高效率的团队当中，我们就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毅力，把欲望转化为相应的财富，毅力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毅力呢，是我们人性的弱点，但却是一种可以培养的心态。作者总结出培养毅力的4个步骤。首先，得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要实现这个目的的强烈欲望在支持它。上面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欲望的神奇效果，强烈的动机会促使我们战胜困难。其次，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计划，用实际行动逐步体现出来。组织严密的计划能够对我们起到鼓励的作用，因为指定一个大致计划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再次是不受消极懈怠思想的影响，包括亲人、朋友和熟人的消极思想。最后是结交一个或多个能够鼓励你贯彻执行计划和意愿的人。比如现在很多社交软件里面有群组，大家呢都会在这个组里面做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每天学英语，每天健身，然后打卡，这样呢就可以让大家伙监督你。愿望不会直接招来财富，制定明确的以及由强烈愿望支撑的计划，然后再通过坚持不懈的锻炼，同时反复查看自己缺少哪些毅力的要素，就能够依靠强大的毅力加上智囊团的助攻，最后获得财富。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性征对成功的影响。这个成功的原则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要致富
就得有欲望、有信心、有团队、有毅力，这些都能理解。那这个性征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和咱们的致富有什么联系呢？作者说了，联系可大着呢。性表达的欲望会使大脑兴奋，并使之成为启动身体行动的车轮。当受性驱动的时候，这个驱动力是很厉害的。大家会因为性表达的欲望不惜牺牲生命和荣誉。性表达的欲望呢，就是天然天生的，我们不能想掩盖就掩盖，想隐藏就隐藏，咱们必须得有途径来宣泄出来。那这个途径可以是文学创作、艺术表现，或者是其他能够聚集财富的方面。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文学作品都对性有描写，这些呢就是一种对于性的宣泄。那对于性欲，我们要怎么使用呢？作者的回答就是掌控性欲。这个并不是说让你禁欲，把这些自然的本能都憋心里，而是说呢，要把这些性欲转化，把自己的性欲转化成个人的魅力。那个人的魅力呢，主要就包括握手啊、说话的口气、态度、思想交流、衣着啊、气质这些方面。干净的手、悦耳的声音、优雅自然的姿态、风趣幽默的思想交流、得体的穿搭，都会让我们变得非常有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会让我们在工作中更加顺利。除此之外呢，作者还给我们说到了想象力、决策、第六感对于致富的作用。这些原则都是建立在我们的欲望之上，在我们通过自我暗示树立自信之后，发挥出它们的作用。这本书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这本书作为成功学大师的代表作，教给我们正确的思考方式，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积极的思考。只有积极的思考，才能冲破一切迷雾和阻碍。欲望能够带给我们成功，自我暗示和潜意识能够让我们树立自信，培养成功的欲望。自我暗示的步骤分别是：明确自己的目标、需要付出的行动、目标实现的时间、具体的计划，并且重复强调自己的计划。在具体的操作中，我们可以通过组建智囊团的方式强化自己，控制自己的性欲，把它转化成个人的魅力。通过不断的坚持和反复思考，最终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富有。积极的心态啊，是希尔成功哲学的核心内容。这种心态能在潜意识里面形成积极的影响，它会引导我们用积极开放的眼光分辨吸收外界的有利信息，阻挡住消极思维心态的不利影响，从而使自己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这本书啊，既不像方法论的书直接告诉我们具体的做法，也不是说让我们完全切换到另外一种思路，而是在我们自己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经验之后，反复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它的很多理念原来你都已经在实现，并且获得了成功。祝贺你今天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